个问题，关于这个利息的抵税哈，比如说我们有一些房子呢，是 refinance 拿到的首付，这个 refinance 拿首付，然后这一笔首付的利息应该怎么抵税呢？是在我从比如说我从我自住房refinance 了一个10万块钱，去买了一个出租房，那我这笔利息可以抵税吗？这10万块钱的每年产生的利息可以抵税吗？是这样的哈，就是说，政府税局的规定是，你的那个利息，就是你借出来的钱是用于做投资，那么这笔借出来的钱上面产生的利息是可以抵减的。那么现在你 refinance 出来的钱是去买投资房，那肯定是算一种投资行为。所以这10万块上面产生的利息去抵减你的出租收入是没有问题的。啊，你说到这，我倒是想起一个 topic，很多的人的确是做这2年做了 refinance，每一次你做 refinance 的时候，你可能会 break 你之前的 mortgage， 会产生一大笔的罚金，对吗？那么这一大笔的罚金应该是怎么来抵减？很多的人会想着说会在当年产生罚金的当年一次性的抵减掉你的出租收入，这个是不对的啊。这个罚金呢是要看你原来的那个 break 掉的那个 mortgage 还剩下多少年限。比如说你原来那个 mortgage 还有3年到期，那么你产生的这笔罚金就应该平均到剩下的这3年上面，每年去抵减。工程师费呢，就是 refinance 过程中工程师费各种费用也可以以同啊，样的方式抵嘛。对，如果你是为了去找一个新的 mortgage，然后你产生了相关的费用，我们叫做 loan fee。那么 loan fee 包括你评估啊，然后你的那个保险啊，然后你要找工程师重新给你办这个 mortgage deed 是吧？叫 hypothec。那么这些费用都可以抵减，但是也不是一次性抵减，而是要 over 5 years， 就是要分成5年去抵减。啊，那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的自住房呢是有贷款的，就比如说我从我的一个出租房refinance 了10万块钱作为我自住房的首付，就是升级了我的自住房，又买了一个新的自住房，我这个10万块钱的利息，还有相关的我贷款时候产生的费用，可以抵税吗？这种情况下，你的这个贷款你这10万块钱拿出来的目的是为了买自住房，而不是为了投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利息是不能抵减的，任何相关费用都不能抵减。可是那我每年收到这个出租房的这个银行的 statement，应该就会变成就原来比如说20万的贷款，因为我 refinance 是10万，变成30万的贷款，他把这30万贷款都会给到我看到的是30万贷款，当年的利息是多少，本金是多少？那这个时候我报税的依据是用什么呢？这种情况下你是要自己把它 separate 出来，是把它 separate 你后来借出来的这10万用于买自住房的10万，然后这10万的利息你要，一般你有专业的会计，他会帮你计算这10万块上面产生的利息是多少，所以就跟那个银行给你的那张总单上面的利息给分开了，就是把它分成2部分，一部分是原来出租贷款。一部分是后来你 refinance 出来买自住房贷款的利息，那这一部分利息你就不能把它放在出租房的费用里面去。喝点水，喝点水。您这一下就把这个我们这个大家伙这个问题啊，一下就都扩展开了，我觉得这个效果特别好。然后呢，我也有个问题是什么呢？就是说，在这个出租房当中，假如说我要修哪些地方，像这修的这个地方，我怎么去报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哈，因为也是有很多的人都会发生这种情况，碰到这种情况。那么至于一个维修费用是怎么个抵减法，它是分成2种方法，一种是直接打入当年的费用，直接抵掉你当年的出租收入；一种是打入到你的房屋的成本当中，在你将来卖房子的时候，它可以增加你的成本，那么你整个的增值就减少。哪种方式对房东更有利？
很明显是打入到当年的出租收入里面，因为它是100%的就可以用掉这个费用，对吗？如果是增加到你的成本里，你其实只是用到了50%，因为增值是只是50%算到收入里。那有的人会问，哦，那我就把它每一次的装修费用都打到我当年的成本里面，那不是这个不是我们说了算，这是税局说了算。我想问一个问题，为什么打到成本里只是50%能够抵税呢？我就给你举个例子吧，比如说你的买价是100块钱，然后你的卖价是150块钱，那么你150减100，你是50块增值，但是因为加拿大税法，增值里面只有50%算收入，也就是说25块钱打到收入里面去，是不是？好，这个情况下，如果我们发生了一个60块钱的装修费用，那不要说60吧，20块钱的装修费用。你的成本就变成了120块，是不是？那么你的增值就从50块变成了30块，对吗？那么30块一半打到收入就15块，那你想想，你这个20块的装修费用用上了多少？用上了10块钱，对不对？你从本身的25块钱的收入变成了15块，所以你用上了10块钱。而如果你这20块的装修费用打到你当年的收入里，你这20块都可以用上去，用来抵减你的收入。明白。那是不是就是说 capital gain 的税率呢是其他收入，比如说 rental income 这个收入的税率的一半，就是这个50%的意思，对吧？对，它是只有一半算收入。而其他所有的收入是100%都要算成收入。然后再来算你的，按照你的税率来扣税。对不对？那增值只是50%算收入。然后50%的收入再来算，按税率来算你的税。那么说到这儿，就是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有人会觉得啊，那我把我所有的装修费用都打到当年去，这个是不可以的。这个税局里面是有一些判断标准，什么样的装修维护费用要打到成本，什么样的装修维护费用可以记入当年的成本。对，这个也是我特别想问的。它是有一些判断标准的，基本上分成几个标准来看，一个是首先你这是一个每年都会发生的一个维护费用嘛。这是一个判断标准，比如说你刷漆，你可能是每年都是要刷一下啊，然后这个可以打入当年。还有一个是它让你这个房子就是说能够使用的更长久嘛。然后比如说还有它的那个你换了一个地板，你换了一个地板，你这个地板肯定不是每年都会换的，对吗？对。所以这种情况下你就不能打入当年的费用，得打入成本里面。还有就是说，你这个装修的这个东西有没有超过它当初的一个价值，它当初的一个状态？那我就说一个 countertop， 咱们的那个台面，原来你是一个那种普通材料的台面，你可能破了一块角，你去给它修了。然后你给它甚至换掉一块那个台面，你都可以是说作为一个换成大理石的了。不是大理石，如果是同样材料的，你都可以说你是一个维护。但如果说你把它换成一个大理石，它已经超过了你当初的一个原始状态，那这种情况下就得打入成本里面。这成本属于升级了是吗？对，这属于升级了。它就是说它是有各种判断标准的，还有根据你使用年限呐。然后那个就像我说的，有没有带来长期的一个 benefit， 长期的好处？单纯的从这个有的时候我们也会从它的这个量，这个金额的大小上来判断。但它不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它是一个判断因素之一。那这个金额上的这个界限呢，大概在哪个？比如说是5000呢？还是1万呢？这个税局里头没有给出一个具体的金额界限，而且这个很难给出。你说一个1000万的豪宅，可能随便的修一个东西就好几千。那如果一个30万、20万的 condo， 那可能几千块钱也会显得是一个很大的费用。我的问题是说，作为我们这个角度，就是说，
大概是多少的金额是没有一个极限的。这个这个金额是没有一个界限的，也没有一个量化的。我们只能是说根据你这个房子本身的状态、价值，还有你根据 CRA 给的一些这些几个判断标准来综合考量。我给你一个比较好的例子哈，就是你可能就会明白。那比如说换屋顶，很多的人，而且在大部分情况下，应该都是计入成本。换屋顶动不动1万块、2万块，是不是？现在动不动1万块、2万块，很贵啊。对呀。对啊。然后，但有特殊的情况下，你也还是可以计入当年的成本，当年的费用。比如说它是你这个房子。就是考量到你平时应该维修，就是屋顶早就应该修，而你没有修，你从来没有修过。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作为是一个 maintenance 的费用，打入到你的那个当年的成本里面去。然后你那个这是2万块，对吗？但是如果说你换了一个房间的地板，可能你只花了2000块，那2000块也得打入到你的那个成本里面，capital 里面。OK， 所以不是说通过2万或者2000来分类这个，还是根据它的性质。性质是主要，我们只是说金额的大小会让我们更 alert 一些。就是更注意一下，去思考一下这个费用到底应该是 capitalize 还是打入当年是 current 的性质。只不是说这种2万块钱就可以打入当年的 expense 这种情况比较少发生。比如说呢，一般人不会坚持到屋顶已经开始漏水了才开始修。对的。如果你中间大概5年某一次租客说，哎呀，我的屋顶坏了一个角，对吗？然后你去修了，然后你平时这么多年20年下来，你都会对屋顶做一个日常的维护修，可是到20年以后你还是得换，那种情况，你这个屋顶的费用就得计入成本里面。我的理解是说，一种是维护的意思呢，就是保持原状，就是保持它的性状。然后呢，那一种是升级，那就是改变它的性状，让它更好，增加房屋价值。增加的价值。比如说我卖房子会因为这个就算成本了，变得更能卖到更多的钱。这位朋友理解上大体是对的，但是其中有一句话你说是增加了它的价值，然后来判断它是不是成本还是费用哈。这个不是一个 determine。不是一个判断标准，它只是一个考量，但不是一个不能因为它的价值增高了，就市场价增高，你就判断它是一个 capital。增加房屋的价值不代表你就一定要打入成本。那你看，就像很简单的，我举个例子，你一个房屋拿出去卖，里头脏兮兮、乱糟糟。然后墙的颜色很难看，很暗，然后你把它刷一刷。不是在卖之前为了卖而去产生的费用，那基本上要打入成本。那就是说，比如你本来去改一改它，修一下、刷一下墙，把它收拾很干净、很清爽，然后你哪怕拿去出租，你这房子我估计也是市值也会增加一些。那这种情况下，你的那个费用，这些费用也是打入费用里面，而不是成本里面。除非你是在为了卖的情况下去做这样的一个维护，那这种情况下大部分情况是打入成本。